傍晚的京市被一場連綿冷雨裹住，仁和醫院住院部的走廊浸着潮濕的涼意。江妮脫下沾着消毒水气味的手術服，揉了揉發酸的太陽穴。剛結束一台長達6小時的微創外科手術，渾身的力氣幾乎被抽空。手機屏幕亮起，是一條簡短消息，發信人只有一個单字周，下班在辦公室等我，我在路上，外面下雨，別自己打車。江妮指尖輕輕摩挲屏幕邊緣，心底漫開一層說不清道不明的柔軟。他和周瑾旭領證才3天，名義上是合法夫妻，可這3天裡，周瑾旭大半時間都在全國各地出差，兩人真正共處的時間加起來不足4小時。旁人只知道他匆匆領證，卻從未見過他那位傳聞裡權勢滔天的丈夫。閒話早已在科室裡傳了個遍。他收好手機，拎起帆布包往醫生辦公室走，剛推開玻璃門，迎面就撞上科室裡最愛嚼舌根的護士高子琪，身後還跟着幾個看熱鬧的同事。高子琪抱着手臂，上下打量一身簡單白大褂的江妮，語氣裡滿是嘲諷：江醫生，這麼晚還不走？你不是3天前剛結婚嗎？怎麼不見你老公來接？這點小雨都捨得讓新婚妻子獨自冒雨打車，怕不是你隨口編出來撐場面的虛構丈夫吧？身旁的護士跟着附和，句句戳人。是啊，江妮，我們共事2年，從沒聽你提過對象，突然說領證，連張合照、戒指都拿不出來，換誰都會懷疑。說難聽點，你就是普通家庭出身，想嫁豪門想瘋了，拿不存在的老公給自己貼金。我男朋友家裡開連鎖醫美機構，人脈廣，你要是放下身段求求我，我還能給你介紹靠譜優質男士，總好過你空口說白話。高子琪揚了揚手上名牌包，優越感幾乎要溢出來。江妮垂在身側的手微微收緊，平靜抬眼，聲音溫和，卻帶着不容置喙的篤定。我確實已婚，丈夫等會兒就到，沒必要撒謊。等會兒？誰信啊？現在都快7點了，等到半夜也不會有人來。高子琪不依不饒，往前逼近一步，有本事現在給他打電話，讓他立刻過來，我們親眼見見。不然今天這事，整個住院部都得知道你撒謊裝已婚。圍觀的同事紛紛起哄，辦公室狹小的空間裡，嘲諷的目光密密麻麻落在江妮身上，壓得人喘不過氣。他不願當眾撥通周瑾旭的電話，一來他正在趕路，二來2人的婚姻本就帶着一層隱晦的淵源，他不想把他捲入醫院的閒言碎語。僵持間，走廊傳來沉穩低沉的腳步聲，皮鞋踩在濕漉漉的磚上，節奏緩慢，卻自帶攝人的壓迫感。眾人下意識回頭，瞬間鴉雀無聲。男人一身剪裁得體的黑色手工西裝，渾身沒有多餘裝飾，指腕間一塊低調的限量腕表，襯得氣質金貴冷冽。周身隨行的助理撐着黑色雨傘，雨水絲毫沒有沾濕他分毫。深邃眉眼掃過滿屋子看熱鬧的人，視線最終穩穩落在江妮身上，方才周身凜冽的寒氣驟然消融幾分。是周瑾旭，京市無人不知的周氏集團董事長，手握橫跨地產、醫療、金融的龐大商業版圖。年輕有為，性情寡淡，向來極少出現在公眾視野。此刻卻站在一家社區醫院的小辦公室裡，只為接一位普通外科醫生下班。高子琪臉上的譏諷瞬間僵住，臉色由紅轉白，雙腿不自覺往後縮，嘴唇哆嗦着，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。方才跟着起哄的同事紛紛低下頭，不敢再抬眼對視。
周瑾旭緩步走到江妮身側，自然抬手接過她手裡沉重的帆布包，指尖不經意擦過她微涼的手背，低聲詢問，語氣是旁人從未見過的溫柔。手術累不累？等久了？江妮輕輕搖頭，還好，剛結束，正準備等你。他淡淡側眸，目光落在臉色慘白的高子琪身上，嗓音低沉無波，卻帶着不容反抗的威壓。剛剛出言誹謗，刻意刁難我的妻子，全程錄音已經交由我的律師處理。仁和醫院這邊，我不希望明天還能見到這幾位散布謠言的工作人員。一旁助理立刻上前一步，遞出手機，屏幕上清晰播放着方才辦公室所有人嘲諷江妮的錄音。高子琪雙腿一軟，差點跌坐在地上，慌忙擺手道歉。周董，對不起，是我有眼不識泰山，我不該亂說話，求您手下留情。周瑾旭沒再看他一眼，側身護着江妮往外走，伞面大半傾向他頭頂，自己半邊肩膀暴露在冷雨裡。坐進黑色賓利後座，車廂裡暖烘烘的香氛驅散了雨夜的濕冷。江妮看着男人濕透的肩線，心裡過意不去，伸手抽了紙巾遞過去。剛剛謝謝你，其實不用做得這麼強硬，他們只是隨口閒話。周瑾旭接過紙巾，隨意擦了擦肩頭雨水，側頭看向他，眼底藏着不易察覺的缱绻。欺負你就不行？簡單5個字，撞得江妮心口輕輕一顫。他和周瑾旭的緣分要追溯到多年前，他姐姐江婉曾經是周瑾旭的未婚妻。一場意外，江婉離世，兩家老人心疼孤苦的江妮，又知曉周瑾旭多年放不下心結，便撮合兩人領證。在外人眼裡，這是一場利益捆綁、填補遺憾的協議婚姻。只有江妮自己清楚，從年少時遠遠望見周瑾旭的第一眼，他心底就藏着一份不敢宣之於口的暗戀。車子平穩駛入市中心高檔別墅區，獨棟別墅燈火通明，傭人早已備好溫熱的養胃湯品。周瑾旭脫下西裝外套遞給傭人，轉身拉住正要上樓的江妮，先喝湯，你連續站6小時手術，胃會不舒服。餐桌前，兩人安靜相對，暖黃燈光柔和了男人冷硬的輪廓。江妮小口喝湯，忽然聽見他開口，明天不用去醫院上班了，周氏旗下私立醫院給你留了主任崗位，環境清靜，不會再有今天這樣的麻煩。江妮放下湯勺，輕輕搖頭，我很喜歡現在的科室，普通醫院能接觸更多基層病患，私立醫院資源太好，反而失去我學醫的初衷。今天只是意外，以後不會再發生。周瑾旭沒有強迫，只是淡淡應下，眼底藏着縱容。這些年他向來獨斷專行，唯獨面對江妮，事事願意順着他的心意。夜裡客房分2間，兩人名義夫妻，依舊保持距離。江妮躺在床上，翻來覆去睡不着，腦海裡反復回放雨夜辦公室裡他挺身而出護着自己的模樣，心跳始終無法平復。他清楚周瑾旭心裡裝着過世的姐姐，這場婚姻本是一場將就，可他還是控制不住的心動。隔日一早，江妮提前抵達醫院，科室裡氣氛格外壓抑，高子琪已經被停職等候處分，其餘同事見到他都刻意繞道走，態度恭敬又疏遠。一上午沒有閒言碎語，可無形的隔閡始終籠罩着他。午休時分，醫院樓下花園，一道溫潤身影攔住江妮的去路。男人穿着白大褂，眉眼溫和，是和江妮一同長大的青梅竹馬，外科副主任陸兆林。妮妮，昨天晚上
我聽說了辦公室的事，沒事吧？陸兆林遞來一杯熱牛奶，語氣滿是擔憂。那個周錦旭，他根本不懂你，你們的婚姻本來就建立在你姐姐的遺憾之上，他對你只有責任，沒有真心。江妮接過牛奶，指尖微頓，兆林哥，錦旭昨天護着我，他沒有虧待我。陸兆林苦笑一聲，眼底藏着多年未說的情愫。我看着你長大，比誰都清楚你想要什麼。你從小盼着一份平等真誠的感情，可周錦旭心裡永遠留着江婉的位置，你不過是姐姐的替身。當年江婉出事，他消沉整整3年，怎麼可能轉頭真心喜歡你？這番話精準戳中江妮心底最深的不安，他垂眸看着地面，沉默不語。陸兆林見狀，上前半步，聲音放輕，離開他好不好？我等了你10幾年，我能給你一心一意的偏愛，不用活在江婉的陰影裡。我和他已經領證，是合法夫妻，不管初衷是什麼，我既然嫁給了他，就不會半途而廢。兩人僵持間，一輛黑色賓利緩緩停在花園路邊，周錦旭推門下車，一眼就看見近距離站在一起的兩人。周錦旭緩步走近，周身溫度瞬間下降，目光落在陸兆林搭在江妮身側的手上，語氣冷淡疏離。陸醫生，午休時間打擾我的妻子，似乎不太合適。陸兆林回頭，對上周錦旭充滿占有欲的視線，不甘退讓。周董，我和倪妮認識10幾年，你不過是靠着一紙結婚證束縛她，你心裡裝着江婉，憑什麼留住倪妮？我和江妮是合法夫妻，我們之間的事輪不到外人智慧。周錦旭不动聲色，將江妮拉到自己身側，隔絕開陸兆林的視線。還有，我妻子從來不是任何人的替身。江妮能清晰感受到身側男人緊繃的手臂，他在生氣，氣陸兆林直白的告白，也氣旁人反覆拿姐姐江婉來定義他們的婚姻。陸兆林臉色難看，卻不願就此作罷。周錦旭，你捫心自問，若不是江婉不在，你根本不会看倪妮一眼，你這樣耽誤她，太過自私。我如何對待江妮，自有分寸。周錦旭懶得再多爭辯，低頭看向身邊女孩，語氣瞬間柔和。下午我推掉會議，帶你去吃你愛吃的糖水鋪，現在先跟我走。江妮對着陸兆林輕聲道了句抱歉，跟着周錦旭坐上車。車廂裡氣氛沉悶，一路無話，直到車子停在老街一家老式糖水鋪門口，周錦旭才率先打破沉默。陸兆林說的話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他給江妮舀了一碗紅豆沙，動作細緻。當年和江婉訂婚，是長輩撮合，相處下來，只覺得性格不合，還沒來得及解除婚約，他就遭遇意外。這麼多年，我對他只有惋惜，沒有男女情愛。江妮握着瓷碗的手一頓，抬眼看向他，眼底藏着難以置信。你對姐姐從來沒有動心？所有人都說你深愛姐姐，消沉3年都是因為她。消沉是愧疚，出事那天本該是我陪她出門，臨時有緊急會議錯開，才釀成悲劇。周錦旭眼底掠過一絲淺淺落寞，隨即認真看向江妮。我和你領證，一半是長輩心願，另一半是我很早之前就留意你，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適理由靠近。這句話像一顆石子投入平靜湖面，在江妮心底掀起巨大波瀾。他一直以為自己是單向暗戀，從未想過周錦旭早就注意到他。年少時在江家老宅，你蹲在院子裡餵流浪貓，下雨天把傘分給小貓，自己淋着雨回家，
那時候我就記住你了。周瑾旭低聲訴說埋藏多年的心事。後來看着你努力考醫學院，泡在手術室日夜鑽研，想靠近，又礙於江晚的關係，不敢貿然打擾。長輩提起聯姻，是我主動應下。紅豆沙甜意漫在舌尖，江泥鼻尖微微發酸。這麼多年藏在心底的自卑與不安，在此刻盡數消散。原來他從來都不是姐姐的替代品，是他悄悄放在心上多年的人。甜蜜的時光並未持續多久，江家那邊傳來消息，繼母劉美蘭帶着堂妹江雨桐登門拜訪周家別墅，明面上是探望江泥，實則揣着滿肚子算計。劉美蘭一進門，目光就打量着別墅奢華裝潢，語氣酸溜溜的：倪妮，你可真是好福氣，嫁給周董住進這麼大的房子，把我們江家所有人都拋在腦後。你堂妹雨桐快到適婚年紀，周氏集團不少青年才俊，你可得多幫襯。江雨桐順勢挽住江泥手臂，故作親昵，眼底卻滿是嫉妒。堂姐，周董權勢這麼大，能不能給我安排周氏總部的高管崗位？我學歷不比你差，肯定能幫公司分擔工作。對了，下周周氏晚宴，我想跟着你一起出席，認識些名流權貴。江泥淡淡抽回手臂，委婉拒絕，公司崗位需要考核，我不方便插手人事調動，晚宴是夫妻專屬場合，外人不便陪同。這話瞬間惹惱劉美蘭，她臉色一沉，坐在沙發上開始哭訴。你現在飛上枝頭變鳳凰，就忘了家裡養育你的恩情。你親媽走得早，我辛辛苦苦拉扯你長大，現在讓你幫襯妹妹一點小事都不肯，良心過得去嗎？再說，你嫁給瑾旭，本來就是沾了你姐姐江晚的光，沒有江晚，周瑾旭根本不會娶你。繼續拿過世的姐姐壓人，刻意貶低江泥，將她的婚姻全盤歸結於江晚的餘蔭。江雨桐在一旁煽風點火，添油加醋。就是，堂姐你認清自己身份，不過是個替代品，周董遲早會膩，不如趁着現在多為家裡謀點好處。江泥指尖攥緊，心底湧上委屈，正要開口辯駁，玄關傳來沉穩腳步聲。周瑾旭處理完公司事務，回到家中，恰好聽完母女二人這番刻薄言論，他徑直走到江泥身邊，將她護在身後，冷眸看向劉美蘭和江雨桐，語氣冰冷刺骨。第一，江泥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和江晚無關，不存在替身一說。第二，周氏人事任免有完整制度，不會靠私人關係走後門。第三，周家不歡迎隨意詆毀女主人的客人，請二位立刻離開。劉美蘭沒想到周瑾旭會這般護着江泥，一時慌了神，放軟姿態打感情牌。瑾旭，我是倪妮的繼母，也是長輩，我只是為家裡着想。長輩不會屢次貶低自家女兒，更不會拿過世之人當作要挾籌碼。周瑾旭打斷他的話，抬手示意管家送兩位出門，今後不准他們踏入別墅半步。管家上前禮貌引路，劉美蘭和江雨桐不甘心，臨走前狠狠瞪了江泥一眼，撂下幾句難聽的狠話，憤憤離去。客廳恢復安靜，江泥眼底蒙上一層水霧，連日來積攢的委屈在此刻爆發。周瑾旭伸手將他輕輕擁入懷中，手掌順着他的後背溫柔安撫。別聽他們胡說，在我這裡你獨一無二，誰都替代不了。靠在他溫暖寬厚的懷抱裡，江泥壓抑許久的情緒終於釋放，小聲啜泣起來。從小到大，繼母與堂妹無休止的刁難，旁人拿姐姐對比的非議，
自己暗藏心底不敢言說的自卑，全都在這一刻有了宣洩的出口。周瑾旭耐心等他平復情緒，擦去他眼角淚痕，輕聲許諾，以後江家任何人再敢為難你，我來處理，不會再讓你受半點委屈。下周周氏周年晚宴，我帶你作為唯一女主人出席，讓所有人看清你是名正言順的周太太。晚宴籌備期間，江雨桐依舊不死心，暗中動了歪心思。他偷偷聯繫晚宴主辦方，試圖頂替江妮的女主人席位，又在社交媒體匿名發布謠言，謊稱江妮是靠着姐姐遺物逼婚周瑾旭，品行不堪，不配成為周氏董事長夫人。謠言短短半天在京市名流圈擴散開來，不少不明真相的人私下議論江妮，連醫院同事都偷偷竊竊私語。陸兆林看到流言，心急如焚，找到江妮，勸她和周瑾旭攤開矛盾，趁早脫身。江妮沒有慌亂，她清楚這是江雨桐的手筆，卻沒有主動去找周瑾旭訴苦，不想給他增添額外麻煩。可周瑾旭的助理第一時間將網絡謠言、江雨桐暗中操作的全部證據整理妥當，遞到周瑾旭面前。看完所有資料，周瑾旭眼底寒意徹骨，當即安排公關團隊全網澄清謠言，放出兩人年少偶遇的舊照，領證完整流程記錄，清晰證明兩人婚姻出於自願，和江婉毫無關聯。同時，律師向江雨桐發送律師函，控告他惡意造謠，損毀他人名譽。一夜之間，網絡輿論徹底反轉，原本詆毀江妮的聲音盡數消失，所有人都看清是江雨桐極度作祟。江雨桐收到律師函後慌作一團，劉美蘭上門求情，卻被管家直接攔在別墅門外，連周瑾旭的面都見不到。周氏集團20周年晚宴定在市中心頂級酒店，全場雲集京市各行各業頂尖權貴名流，衣香鬢影，燈火璀璨。各路媒體記者守在宴會廳門口，都想一睹傳聞中神秘低調的周太太真容。江妮身着一襲簡約月白色禮服，妝容清淡雅致，沒有繁複珠寶點綴，指頸間戴着周瑾旭親手挑選的細鑽項鏈，安靜站在周瑾旭身側，氣質溫婉從容。江雨桐不死心，花錢買通酒店服務生，混進宴會廳角落，司機想上前攪局，當眾拆台，卻被周瑾旭提前安排的安保人員攔下，直接請出會場。晚宴致辭環節，主持人邀請周瑾旭上台講話。男人接過話筒，目光穿越滿堂賓客，直直落在台下江妮身上，眼底盛滿毫不掩飾的溫柔，打破所有人對他冷漠寡情的固有印象。今天站在這裡，除了慶祝周氏成立20周年，我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告知各位。周瑾旭聲音透過音響傳遍整個宴會廳，清晰有力。站在台下的這位女士，江妮，是我的妻子，我此生唯一認定的愛人。全場瞬間安靜，所有人屏息聆聽。外界諸多流言，說他是故人替身，說我們的婚姻源於家族捆綁。今天我在此澄清，全部都是無稽之談。多年前初見，我便對他動心，礙於種種緣由，遲遲不敢靠近。能和他領證相伴，是我求之不得的幸運。他頓了頓，目光始終牢牢鎖在江妮身上，一字一句鄭重宣告。江妮溫柔、善良、純粹，堅守醫者本心，是我疲憊生活裡唯一的慰藉。往後餘生，周氏所有榮耀都會與他共享，任何人不得詆毀、冒犯我的太太。話音落下，台下響起雷鳴般掌聲，各路記者相機快門聲此起彼伏。
江妮站在人群裡，望着台上光芒萬丈的男人，眼眶溫熱，心底滿是踏實與幸福。致辭結束，周瑾旭快步走下台，穿過人群，走到他面前，當眾牽起他的手，指尖緊扣，在他額頭落下輕柔一吻。周圍名流紛紛上前道賀，先前聽信謠言，對江妮抱有偏見的人，此刻都主動上前示好。陸兆林也在場，遠遠看着兩人相握的手，眼底滿是失落，終於徹底放下心底多年執念。他明白，周瑾旭看向江妮的愛意藏不住，這份感情自己再也插不進去。晚宴中途，劉美蘭不甘心，偷偷溜進宴會廳，衝到兩人面前，想當眾哭訴，逼迫江妮心軟。還沒開口，周瑾旭一個冷冽眼神掃過去，安保立刻上前將人帶走，全程沒有驚擾其他賓客。晚宴後半程，不少商界大佬主動和江妮交談，稱讚他心性通透，配上周瑾旭相得益彰。有人打趣周董婚後一改往日冷淡，變成寵妻狂魔。周瑾旭坦然承認，看向江妮的目光始終溫柔缱绻。散席返程的車上，江妮靠在周瑾旭肩頭，輕聲開口：剛剛在台上，你不必為我說那麼多，我不在乎旁人的閒話。我在乎。周瑾旭握緊他的手，我要全世界都知道，你是我明目張膽偏愛，從前讓你獨自承受非議，以後不會再有。回到別墅，夜色深沉，庭院晚風溫柔。周瑾旭拉着江妮坐在庭院藤椅上，拿出一個絲絨盒子，裡面是一枚設計簡約的鑽戒，沒有浮誇碎鑽，乾淨純粹。領證倉促，沒有求婚儀式，今天補給你。他單膝跪地，抬眼看向他，眼底認真鄭重。江妮，不是家族安排，不是彌補遺憾，是我真心想和你共度餘生，你願意正式嫁給我嗎？江妮看着單膝跪地放下所有身段的男人，淚水滑落，用力點頭，我願意。鑽戒穩穩套在他无名指，大小剛好貼合。周瑾旭起身將他擁入懷中，晚風捲起花香，包裹住相擁的兩人，過往所有隔閡、猜忌、流言，在此刻盡數消散。求婚過後，兩人相處愈發親密，不再刻意分房居住，別墅裡處處充滿煙火氣。周瑾旭推掉大部分無意義應酬，每天準時下班回家，陪着江妮吃飯聊天，偶爾會去醫院等她下班，不再刻意隱藏兩人的夫妻關係。醫院同事徹底打消偏見，知曉周瑾旭真心愛慕江妮，再也無人嚼舌根。高子琪經過處分反省，主動向江妮登門道歉，江妮心胸寬厚，選擇原諒，不再追究過往矛盾。一日周末，江妮整理舊物，翻出姐姐江婉生前的一本日記，猶豫許久，還是拿給周瑾旭。這麼久以來，兩人都刻意避開江婉這個名字，心底仍殘留一絲細微心結。周瑾旭接過日記本，安靜翻閱許久，看完後輕輕合上，遞給江妮，語氣坦然平和。看完更確定，我和江婉從來不合適，我們三觀、性格完全相悖。當年訂婚只是順從長輩意願，若沒有意外，也會和平解除婚約。他日記裡記錄的心事，和我記憶裡的相處完全不同，我們本就不屬於彼此。他伸手揉了揉江妮的頭髮，消解她最後一絲顧慮。我和他之間只有長輩強加的牽絆，和你是發自內心的心動與契合，不要總拿自己和他對比，你有獨屬於自己的好。江妮心中最後一點芥蒂徹底消散，她一直暗自對比自己和姐姐，總覺得
自己不夠耀眼。如今才徹底明白，周瑾旭愛的是獨一無二的他，無需活在任何人的陰影之下。江雨桐造謠一案最終落定，法院判決他公開登報道歉，賠償精神損失費，留下案底，徹底斷了他進入高端圈層、進入周氏工作的念想。劉美蘭再也不敢上門刁難，遠遠避開江妮，不敢再有任何算計。陸兆林找到江妮，坦誠放下多年情愫，主動申請調去外地分院進修。臨走前送上祝福，看到周瑾旭對你的心意，我徹底放下了，祝你永遠幸福，以後我們只做普通朋友。江妮坦然道謝，兩人解開多年尷尬，體面告別，日子平淡溫馨。周瑾旭尊重江妮的理想，從不逼迫他辭去醫生工作，反而出資擴建醫院外科診室，添置先進醫療設備，支持他救助更多病患。每逢江妮值夜班，他再晚都會開車送去熱餐，守在醫院休息室等他下班。偶爾空閒，兩人會拋開所有身份，像普通情侶一樣逛老街、吃小吃、看電影。沒有周氏董事長與醫生的身份隔閡，只有彼此相愛的普通人。一次雨夜，和兩人初次相遇那天極為相似。江妮做完手術走出醫院，看見周瑾旭撐着傘站在雨裡等候，半邊肩膀被雨水打濕，目光溫柔望向出口，一眼鎖定他的身影。江妮快步走上前，伸手替他擦去肩頭雨水，笑着開口，又淋濕了，下次不用特意過來，我可以自己打車。周瑾旭收傘，將他攬進懷裡，雨水隔絕在外，只剩彼此溫熱的呼吸。這輩子都不會再讓你一個人淋雨。他低頭，鼻尖抵着他的，輕聲許諾。當初倉促領證，是我幸運，如今滿心相守，是我餘生所願。沒有替身，沒有將就，自始至終，我想要的只有你，我的周太太。江妮環住他的腰，埋在他心口，聽着沉穩有力的心跳聲，眼底盛滿安穩笑意。從前暗戀的忐忑，婚姻初期的不安，旁人非議帶來的委屈，全都化作此刻實實在在的幸福。從一紙倉促的結婚證，到當眾奔赴的求婚，衝破流言，家族刁難，過往心結，他們跨過所有阻礙，終於迎來雙向奔赴的圓滿結局。經世人人皆知，高冷寡言的周董，滿心滿眼只有他溫柔純粹的小嬌妻，往後歲歲年年，風雨同舟，朝夕相伴，再也不會分離。